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面食101系列就是和大家分享了我学习面食的一个过程，非常喜欢看大家的留言，也发现在学习过程中大家的疑惑都很类似。这个视频就做一些总结。第一个，了解各种辅助材料的特性，怎么样用才能改善口感。第二个，列举几个最基本的面食里最普遍的问题。第三个就是面粉的分类和选择。之前的视频说的最多的就是水和酵母，今天来说一下其他辅助材料。糖，除了甜味，还有什么时候用到它呢？最常用的就是酵母爱糖，所以加一点糖可以增加发酵的速度。如果是粉糖，可以放在面粉里；如果是颗粒的砂糖，就融化在酵母的水里。第二个，你可能遇到过但没有想到，就是加了糖的面团会特别湿，那是因为糖有脱水性，会影响面筋的吸水能力。因为吸水能力降低，所以面筋蛋白质产生的筋性也会降低。那么加了糖的馒头和包子，筋性减少了，那它的口感就会比较松软。除了咸味，要不要加盐？和加糖恰恰相反，加了盐的面粉特别能吸水，整个面团的质地会变得更密，而且增加弹性。所以做面条、春卷皮，如果你希望它弹性好、延展性强也不断，那就和面的时候加点盐。加盐的第二个作用就是使面团显得特别白。颜色变白和第一个增加韧性，它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也是因为面团的密度增加后，它反射光线的能力增加，就显得特别白。扩展一下，如果发酵面团的气孔特别大，那么它光线的折射率少，所以看上去就比较暗淡。第三个，有的时候你希望发酵的速度慢一点，那你也可以加点盐，因为盐能够抑制酵母的繁殖，有些面包会需要慢发酵，就会用到这个办法。还有一个辅助材料，油脂，要不要加油？什么时候加？油脂的特点就是它能够阻止面粉和水的结合。通常有3种和法，纯油和面就是油酥，第二个，油和水一起和面就是水油面，通常和前面的油酥一起做成油酥点心。第三种，把面粉用水揉成小面絮之后再加油揉成团，这个时候只有一小部分的面粉没有形成面筋，所以面团增加了一定的疏松。通常我们在做一些油煎的点心，希望它的外皮更疏松一点，就会用这种方法和面，比如说我们的嫩酵生煎。有的时候我们把面团整个都揉好之后，最后再加一点点油，这个呢它不会改变面团的性质，只是让手揉起来比较顺滑。关于碱，它有3个作用，一个它可以平衡酸味，比如说老面或者发酵过头；第二个它可以使面条滑溜有弹性；第三个它还可以增白。但是家庭制作的优势就在于不计成本，健康为重，所以我能不用就不用它。关于酸味，只要发酵不过头就不会产生，家里很少用老面，用干酵母要发过头还挺不容易的。面条加盐也可以使它有弹性，但是要使劲揉，当然不如加碱那么轻松，只当是运动。如何健康的增白，后面也会提到。在化学蓬松剂里，有的人喜欢用小苏打，我呢更喜欢用泡打粉。泡打粉里已经包含了小苏打，还有一些和它平衡的酸剂和淀粉，相对小苏打它不会产生怪味。在家里使用到它一般是2种情况，一个就是你希望发酵快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还是用酵母来发酵，但是尤其在天冷的时候你希望双保险，那就加适量的泡打粉。在我的嫩酵生煎的视频里就提到了这个办法。另外，奶制品也是很好的辅助原料，你可以加奶粉，也可以用牛奶来代替水，面团既洁白又香醇。第二个，牛奶有乳化性，所以牛奶馒头会更加蓬松，而且还能增加它的保质期。最后一种辅助原料就是鸡蛋，当然也可以鸭蛋。蛋清可以使面团更加滑爽，
蛋黄里含有大量的油脂，尤其是鸭蛋，所以它能使面团更加疏松。如果你希望面条或者馄饨皮既有韧性又滑爽，那就可以用一部分的蛋和一部分的水，当然还可以用全蛋。说了一大通辅助材料的特点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口感和外形。但是之所以大多数人会认为制作面食会比炒菜更难，就是因为一方面它有一定的规矩和规律，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才能成功。另一方面，它的变数又特别多，比如说气候的差异、材料的质量、揉面的技术、时间的把控。面点不同，烹调方法也多种多样，还有个人的要求和喜好也不一样，所以制作的时候又要灵活。那我们再一起来分析一下几个常见的问题。所谓粘牙，就是太多的面筋网络挤在一起，互相之间没有空间。基本上就是两个可能，一个是酵母没有产生足够的气体，发酵没有成功；第二个，气体足够了，但是面筋网络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包住气体，蒸汽足的时候把外皮给爆破了，那就是要改进你的揉面。所谓皱皮有外伤和内伤两种，外伤就是给蒸笼上的水滴给砸出来的。办法一个是让自己坚强一点，就是包子成型之后让它醒发一下，皮能够硬一些。第二个，蒸的时候最好只蒸一层，而且最好是足蒸笼，这样的话可以吸水。如果是不锈钢的蒸锅，那盖子最好是拱形的，而且大一点，气足，就不会有凝固的水滴滴下来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伤，自己的问题。蒸制的时候气体膨胀，压力特别大，面筋网络太薄，被撑破了，漏了气。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发酵过头。各种配方的发酵时间主要是作为一个参考，最主要的是要看第一个外形，它的体积增长了2倍大。把表皮拉开，可以看到里面清楚的面筋网络和大气泡，而且它应该是漂亮的，体态轻盈，闻上去是香醇的。最简单的就是加泡打粉，酵母可能需要2到3个小时，那泡打粉不到半小时就好了。如果你就想用天然的酵母发酵，也有办法。酵母喜欢吃糖，那你就给它一点糖。酵母喜欢湿度高，如果你也恰巧喜欢软一点的馒头，那就水稍微多放一些。当然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室温。你不需要自己蒸桑拿，但是可以给它创造一个小环境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把烤箱预热到40-50度，然后关了火，把盖好的发酵面团放进去醒发，这个时候酵母就能加倍繁殖。那40-50度的烤箱会不会把酵母给杀死呢？这个呢，你可以做一些试验，在整个过程中能量有各种各样的损失，所以酵母本身遇到的温度可能也就是不到30度，刚刚好。除了发酵到位，揉面到位，水分增加它会松软，另外就是之前提到的加糖加奶制品，它也会更加松软。排气通常是在2个情况下，最主要的就是在做精致的面食，不论是嫩酵、全发酵或者半发酵，都需要揉啊揉，把气体彻底排出，然后才可以制作比较精致的点心，比如说小笼包、生煎包。那再次产生的气体就能够细密均匀，这就是精致的来源。如果我们做比较大个的包子、馒头的时候呢，只要稍稍排气，便于操作就可以了。但是在制作完毕之后，要给它一定的时间醒发定型。面条筋道不断，那就需要面筋蛋白质特别的强壮。揉面的时候加盐，就能够使面筋吸收更多的水分，长得更好。同时还需要使劲的蹂躏它，那它就能有很好的弹性，延展性也不断。面揉得好，除了松软有弹性，它还能包得住汤汁。搓条下剂是否舒服，也关键在揉面上。理论在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说得太多，关键还是要练习。家用的厨师机一般都是给面包和西点准备的，
做中式点心的时候，它的面团会干很多，多数就会很伤机器，也做不好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松软的葱油饼，或者是松软的馒头。如果是春卷皮、发糕，那更离不开厨师机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水分比较多。如果你力气小，不善于揉面，那么意大利压面机真的是一个好朋友。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面团都可以用压面机来揉面，它的缺点就是量比较小，所以你要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来做。如果你没有压面机，那用一个大大的擀面杖来揉面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。松和软要分开来，如果要松有2个办法，一个是用烫面，另一个在面团形成小面絮之后加一点油。口感要软，那主要就是要增加水分。为了松脆，我们才会用到热水面团，那它的关键就是要把面筋给烫死了。虽然从技术上来说需要70度的水来烫死面筋，但是因为有能量的消耗，所以为了保证质量，那用沸水是最安全的。在刚开始学习面食的时候，做饼会用到温水，但是做的越多越会体会到，最好是用沸水来取它的松，用冷水来取它的韧，因为韧它才能薄，因为薄它才能脆。水的温度高于室温，那如果不散热它就会粘牙，所以和面的时候最好用一个大大的盆，要有足够的时间把它搓成小面絮。小面絮搓得越均匀，那散热也是自然很快。最后我想说，最重要但最容易被忽视的材料就是面粉。通常我们会按照蛋白质的比例来分为高筋、中筋和低筋3种。用水和面团和蓬松面团做出来的中式点心，多数用的都是中筋面粉，它的筋性和松软度最居中，家里保留一种面粉也最方便。等我们做到油酥点心的时候，就会用到一些低筋面粉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字面上的面筋比较少。西式的饼干、蛋糕也常常用到它。高筋面粉的英文就是 bread flour， 它设计出来就是做面包的。它的面筋延展性特别好，可以拉得好长好长，包住里面的大空气包，这就是西式的面包。除了用筋性来分类，面粉也可以按照它的加工精度来分类。相对来说，欧洲的分类就更加细致，越是上方越接近全麦面粉，它包括了小麦里纤维丰富的麸皮和胚芽里面的营养。越往下越精致，颜色也越白，但是它的纤维和营养成分也是从上往下越来越少。对我来说，花了1年的时间学习，那还只是在普通面粉里的冰山一角。接下去会学习和了解更多的健康面粉，它们的特性和使用方式。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找到美味和健康的平衡。